一本护照能够帮你拿到双保险，一边是欧盟的门，一边是美国的门，而你自己仍能够保留原有的身份，不用做艰难切割。嗨，大家好，我是独立联顾问，希望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自从我们前段时间推出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等欧盟发达国家低门槛身份办理的视频内容以来，咨询量就一直高居不下。各位老铁对欧盟的热情简直如滔滔江水一般，但要拿到欧盟永居和护照，移民间起码是5年起步，拿到护照更是需要长达8到10年。我们还有多少个10年能记起青春的容颜？其实想要直接规划拿到欧盟身份确实比较难，但是思路一变，机会一片。只要先低成本拿到一本护照，即可把入籍欧盟的移民间直接给打骨折。2年即可入籍西班牙，还能够直接办理美国 E2 签证，享受无配额的美国准绿卡待遇。是哪个国家的护照这么好用？今天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就是阿根廷。这个南美国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 Tango 牛排、梅西。没错，这些确实是它的名片，但远不止如此。阿根廷这个国家正悄悄地成为全球身份规划领域的一匹黑马。它既有巴黎的浪漫，也有拉美的热情。一本护照打开的不只是南美，而是整个世界。是不是有点颠覆你的想象？别急，接下来我们就从生活、制度和身份路径详细聊聊这个国家为什么正在成为高性价比全球身份的新宠。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阿根廷低生活成本加全球化身份洼地。接着上面的好奇心，我们不妨先把镜头拉近一点，认真看看这个远在天边的国家究竟值不值得你用身份去压住。阿根廷位于南美洲的最南端，是南美第2大国，全球第8大国家。国土面积大到什么程度？从北到南，跨越4季，既能滑雪，也能冲浪，翻个山就能看见世界尽头的风景。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文化底色深受欧洲影响。如果你第一次走进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很容易误以为自己到了巴黎、马德里或者罗马的混合体，一边是欧式建筑、博物馆、歌剧院，一边是探戈、足球和拉美式的热情。人情味十足，能够让你3天交到朋友，7天融入生活。整体社会价值观非常的自由，法治和社会制度与欧洲接轨，对外籍人士也是极其的友好，是拉美最包容、最开放、最不排外的国家之一，甚至被称为南美最 LGBTQ+ 友善的国家。彩虹人士简直狂喜。说到生活，大多数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阿根廷这么远，物价是不是也很离谱？事实刚好相反，这里的生活成本会让你产生一种物价穿越的错觉。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单身人士每月900到1200美金就能够过上相当富足的生活，包括房租。市中心的欧式公寓只要欧美3到4成的价格，出门吃饭、喝酒、看演出，那都是毫无压力。世界银行的生活成本指数显示，阿根廷只有全球平均的6成多。就意味着你在这里能够用非常友好的成本享受到中产精致生活方式。早上一杯手冲咖啡配牛角面包，中午牛排加红酒，晚上再和朋友去看场 Tango 或者现场音乐，都一点不奢侈，反而是日常。对于被1线城市房价和生活节奏压得喘不过气的中国家庭，这里真是一种降维式的幸福感。而教育方面呢，不仅是公立教育覆盖完善，私立学校的选择也是多样，而且外籍家庭完全能够找到优质的英文或者双语教育。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常年位列 QS Top 100到150间，是拉美顶尖的高等学府之一。高等教育的成本却只是欧美的零头，孩子在这里从小学到大学都能够获得很好的人文熏陶，懂语言、懂艺术、懂生活、懂世界。这种教育氛围是很多卷到麻木的亚洲父母梦寐以求的。好学校、好医院确实多，但多数体系仍以西语为主。英文私立和国际医疗机构费用较高，但仍远低于欧美。若计划长期生活，建议提前安排语言学习，或者找中介机构协助申请双语体系，避免初期适应的困难。真正的高性价比是语言准备加制度红利的2者兼得。很多客户到了才发现，语言是最大的障碍。我们不只是办身份，而是帮你落地生活、选学校、搞医保，这才是真正让家庭安稳扎根的团队。医疗同样是阿根廷的强项，
公立医疗基本免费，私立医疗体系也很发达，性价比比欧美高太多。心脏科、整形科等专科实力在拉美数一数二，不少欧美人都会特地飞到阿根廷来做医疗旅游、牙科或者美容。简单说，要生活有品质，要身体有保障，这里都能满足。当然了，这几年阿根廷之所以突然火出圈，也离不开米莱政府的激进改革。长期以来，阿根廷经济因通胀和财政问题备受困扰，而米莱上任以后，直接动了大手术，把原本的18、19个部长级机构砍到只剩8个，一次性裁掉了将近4万名冗余的公务员，停止大批公共项目，目标是实现财政零赤字。结果呢，在一个财政年度内削减掉了超过4%的 GDP 财政赤字。外交上全面向美国靠拢，争取外资回流，提升国家信用。虽然一路争议不断，工会抗议，媒体骂，反对党阻挠，样样不少，但市场用脚投票。中期选举一赢，阿根廷股市、债券、比索直接大涨，投资者信心瞬间就回来了。可以说，阿根廷的国家竞争力正在急速回升。确实，阿根廷的改革仍在阵痛期，但国家对于外资和人才的态度整体是开放且务实的。就像上世纪葡萄牙或者希腊的重启阶段，风险与机遇并存。对中产家庭来说，关键是设好底线，身份规划是核心价值，投资部分保持轻资产模式即可，别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不只报喜也报忧，告诉你风险，就是为了让你稳中求进，跟着懂行情、懂政策又敢说真话的团队，投资和身份都能走在安全线上。有的老铁开玩笑，等哪天我们在新闻上看不到阿根廷了，说明米莱也彻底成功了。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关于阿根廷的报道也是越来越少了呢？所以这个国家绝对不是所谓的落后拉美国家，而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国际新星。有人会问，听起来很棒，但太远了，从中国或者东亚飞过去，哪怕有一个铁屁股都受不了这折磨吧。这个问题确实是阿根廷的硬伤，但目前也正在被解决。比如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就宣布，从2025年12月起开通从上海浦东经新西兰奥克兰直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线，每周2班，总飞行时长25小时，被称为全世界最长的直达航线。虽然中间在奥克兰技术经停，但对于中国旅客来说，从此阿根廷不再是遥不可及。简单归纳一下，阿根廷的生活是那种全方位满足你活得舒服的地方，生活成本友好，教育有质量，医疗有保障，文化有品味，社会氛围自由且包容，外籍人士很容易融入。对习惯了亚洲快节奏内卷的人来说，这里无疑是降噪人生的理想目的地。确实物价友好，但别忘了通胀高，货币波动大，日常生活支出低，但资产配置建议仍放在美元或者海外账户中。对家庭来说，如果预算规划得当，比如选择美元租金或者国际学校，阿根廷的生活幸福感会比成本优势更突出。重点是生活降压，而不是财务冒险。真正聪明的中产不只是看便宜，而是长期的性价比。很多人自己操作被汇率坑惨，我们团队在地经验足，规划稳，可以帮你把低成本真正变成高幸福。正是因为生活体验足够好，才让阿根廷护照本身的吸引力更显物超所值。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为什么这本护照能在全球身份界掀起这么大的水花。阿根廷护照到底有多香？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有感觉了。阿根廷不是那种光听着浪漫，真住下就翻车的国家，而是生活体验、成本、环境、文化都能打的深藏不露型优等生。正因为底层生活质量够稳，社会氛围够开放，所以我们把镜头拉到身份层面时，你就会发现阿根廷护照的含金量远远比它在地理位置上的远要近得多，香得多。很多人对阿根廷护照的印象还停留在南美小众本，但当你真正了解它的实力，90%的观众朋友们就一定会发出一句这么牛。先把3个关键事实放在这里。第一，阿根廷承认双重国籍，而且这国籍是不可放弃的，换句话说，不会出现被迫丢本的尴尬。第二，它是全球 top 级别的护照，免签170个国家，全球排名大概在前20，欧美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说走就走，申根区全覆盖，含金量直接对标1线发达国家。第三，它是通往欧盟和美国的隐形跳板，而且性价比高到离谱。我们先说欧洲，一般人在西班牙想拿护照需要合法居住10年，但阿根廷公民只需要在西班牙住满2年就能够申请入籍。
而且还能够保留双国籍。注意，这可不是理论上可以，而是写在西班牙国籍法里边的尊享 SMVP 待遇。因为阿根廷属于西班牙认可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更离谱的是，阿根廷人要去西班牙入籍，连语言考试都能够直接豁免，只需要过一门文化知识考试 CCSE 就行。简单说，一条4年曲线拿欧盟护照的王炸路线就这么出现了。拿阿根廷国籍2年，再在西班牙合法居住满2年，直接转身欧盟护照。要注意的是，这条2年入籍西班牙的路线的前提是必须在西班牙合法连续住满2年，并且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保持合法身份。换句话说，这不是买了护照马上秒变欧盟人，而是拥有阿根廷护照的人在西班牙能够享受加速入籍的资格。理解这一点，就能够避免很多误解和不切实际的期待。很多人就是在这一步被误导走弯路，以为阿根廷护照直接等于欧盟身份。再说美国，阿根廷虽然不像墨西哥是美国移民的主要贡献力量，但是它给你打开了一扇神奇的侧门，那就是 E2 签证。美国和阿根廷之间签有双边投资协定，这意味着阿根廷公民可以申请 E2 去美国开公司、经商、长期居住、陪读，配偶还能够拿到工作许可。它不像 EB5 那样动辄上100万美金，也没有配额限制，所以被业内称为美国小绿卡。灵活、低成本、审理快，是无数赶不上移民排队又想去美国的人的最爱的隐形通道。以上这些特惠条件是基于阿根廷和西班牙的历史文化联盟，以及与美国的投资协定，都不是短期签署的临时政策，历史稳定性极强，风险比加勒比护照还要小。但提醒一点 ，E2 签证属于长期居留，非绿卡，需要维持商业活动和居住意愿才能够保持身份有效。我们见过太多被广告词忽悠的申请人，真正靠谱的顾问不会只讲护照多强，而是会教你怎么稳稳的用好它。这是我们和其他机构最大的不同。换句话说，一本阿根廷护照能够帮你拿到双保险，一边是欧盟的门，一边是美国的门，而你自己仍能够保留原有的身份，不用做艰难切割。对于想全球化布局资产教育身份的人来说，它就是那个小投入、大杠杆、高自由度的宝藏选项。接下来我们就要拆解到底阿根廷护照怎么拿，周期多久，难度多高，值不值得你现在就行动呢？阿根廷入籍2025全面升级。既然说到护照的含金量，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到底怎么拿，难不难，要不要长期住，需不需要砸钱。这一段你一定要仔细看了，因为阿根廷在过去几年入籍政策上发生了新旧2套游戏规则的切换，很多网上流传的水路漏洞，不用住也能拿本的传说已经彻底失效了。先把最核心的原则说清楚，阿根廷护照的主流路径就是合法居留权加连续居住2年，考试加入籍，这是正常通道，也是大多数人会走的路。就法律时代宽松到什么程度？只要你人在阿根廷待一段时间，法官爽了就能批，期间还能够出境，语言不要求，甚至非法居留的时间都能算年限，导致不少人钻空子，连当地人都吐槽护照发得太随意了。结果新法一出，游戏难度就直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段位。现在必须是合法居留满2年，而且要求连续居住不能出境，最终还要过西语阿根廷社会文化考试。审批权由法院转移到了移民局，意味着流程更标准化、更专业，也更加严格。关键难点不在居住，而是合法居留资格与连续性。拿到数字游民签或者学生签只是开始，真正的门槛是2年内出境时间不能超过法律的规定，目前是90天，而且需要提供纳税记录、居住地址、学习或者工作证明，懂得合法加连续的平衡，才能够真正走到入籍那一步。很多人2年后才发现自己因为断居或者缺材料被退件。别让努力白费，让有经验的团队能从你入境阿根廷的第一天就给你规划好路径，让这2年入籍变成可实现的现实。那问题来了，这2年合法居留身份怎么拿？方法其实不止一条，最常见的方式有工签、学签、数字游民签等，只要能合法居留，就能开始计算时间。比如，有的人选择在当地就读西语或者大学课程，用学签搭桥；有的人用数字游民签证，一边远程工作，一边享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厅生活；还有人通过当地雇佣或者创业工签，整体门槛不算高，适合愿意体验2年生活的朋友们。如果你确实不想做移民监，有没有更快的办法呢？
有，而且不止一条。第一条就是投资入籍快车道，适合企业家和高资产人士。政策大致的方向是，投入约50万美元的投资额可以直接申请公民身份，不需要居住，审查严谨，但流程快，基本属于一步到位拿护照的打法，省时省心，适合高净值人群，用钱换时间。第二条是家庭属性的路线，也就是你如果有阿根廷的配偶或者在当地出生的孩子，这让你能够更快拿到永久居留身份，入籍审理也相对灵活。更妙的是，这属于一人移民全家跟上的策略，只要家里有人愿意去完成居住要求，后续全家人都能够跟着解锁欧盟身份和美国 E2 通道。所以简单的总结就是，想低成本走正规主通道，就踏实的住满2年；想快想省时间，就走投资通道。有家庭资源、婚姻和子女路径的，就可以全家受益。不论你走哪条路线，本质上都比传统的英美加澳欧移民省钱、省备案、省排期、省限制。更重要的是，你不是拿一个南美籍，而是拿一个能够向上跳跃的身份杠杆。下一步我会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哪类人适合走哪条路径，以及风险与收益怎么权衡。阿根廷护照谁最适合？聊完了路径和玩法，按惯例我们也要回到现实面前，问一句最关键的问题：阿根廷护照到底适合谁？是不是人人都值得冲？以及这条路有没有坑？有没有可能花了时间，最后发现不适合自己？这部分我们就客观一点，说人话，不洗地也不贬低。先说最适合谁？阿根廷护照最典型的受众是想要双保险的家庭，很多人不想放弃原国籍护照，又希望拥有一个更强、更自由的旅行证件。那么阿根廷护照是少数既允许双重国籍，又有全球通行力的选择，而且比加勒比那些旅游本还实际作用强得多。其次是想用低成本规划海外身份的人，集体涨价后，加勒比护照动辄20几万美元起步，还不一定能够给你欧盟和美国的跳板，在资产配置方面也是难上加难。而阿根廷路线要么用时间换，要么用钱换，但结果却能撬动更大的杠杆。第三类是为孩子教育做长期布局的家长，拿了阿根廷护照，孩子未来既可以在拉美深造，也能够跳到西班牙再转欧盟，教育路径灵活，堪比隐藏版阶梯。最后是企业家与全球资产规划者，一旦身份布局到位，资本流动、税务身份配置、离岸架构的搭建都会更加的轻松。尤其是在阿根廷、西班牙、欧盟这条线路上，资产操作空间明显变大。当然，没有任何一种身份是零成本、零风险、零门槛的神仙路线。阿根廷的新法比旧法严格得多，这是实话。首先，过去很多人靠模糊居住就能够拿本儿，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新政要求必须合法居留，而且连续2年不能出境，这意味着想走主通道的人要做好2年闭关的准备了。不是那种1年飞几趟还能累积时长的玩法了。其次是语言和文化考试，不能再躺平混过去了。西语不难，但是你至少要投入时间和精力，把生活用语和基本文化背景给学会，不然最后卡在考试上，那就尴尬了。如果是婚姻或者子女的路径，依然能够最快拿到永居，但入籍环节不像旧法那样靠法官自由新政。审核更规范，对真假婚姻家庭的稳定性看得更严，再加上新政也会把滥用福利的口子给堵上，例如非永久居民无法随意白用公共医疗和大学资源，想走薅羊毛路线的人基本过不了关。因此，阿根廷护照不是随便玩玩，而是要么投入时间认真生活，要么投入资金走加速通道的选择，适合愿意长期规划、尊重当地制度、愿意融入文化的人，不适合只想刷本、蹭福利、靠捷径混过去的人。用一句比较公道的话总结，阿根廷护照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但对合适的人，它能够把人生打开3个层级的空间，旅行自由度更大，教育身份上限更高，资产配置规划更灵活。总结，拉美最强性价比公民身份。总结一下，如果你从头看到这里，相信你已经能够感受到阿根廷这个国家为什么突然出圈了。它不是那种靠营销堆出来的纸面天堂，而是生活质量、社会自由度、教育、医疗体系、身份价值都是能打的，属于真香型的国家。阿根廷本身就适合长期生活，生活成本友好，文化丰富，医疗教育扎实，配套不输欧洲，体验却比欧美轻松得多。
再叠加米莱政府的改革带来的经济转机，这个国家正从沉睡的潜力股变成加速回升的价值标的。现在布局刚好卡在红利期。而真正让阿根廷站上全球身份规划舞台中心的是它护照背后的战略价值。双重国籍，免签170国，承接欧美发达体系，不用放弃原身份，这些已经足够吸引人了。而核心卖点其实是3连跳：第一跳拿下阿根廷护照，第二跳2年落地西班牙转身欧盟护照，第三跳用阿根廷国籍申请美国 E2， 一脚踏进美国。你就会发现，这不是一本护照，而是一套身份组合拳。如果用最简单的一句线性公式来解释，就是阿根廷2年加西班牙2年等于欧盟护照，中途还可以加上美国 E2， 低成本走一条路，却打通3个世界，这才是阿根廷护照的底层逻辑。身份规划说到底是提前把人生留条退路，最好还能顺手开启上升通道，而不是等有一天必须用时才临时抱佛脚。阿根廷的优势就在于，它既是一个能生活落地的地方，也是一个安全、合规、可持续的身份跳板，不是那种一次性消费型的护照。对于想要双护照布局，想要给孩子留条国际通道，想为家庭做第2人生预备方案的人，现在正是窗口期。等政策再收一轮，水位再涨一截，难度和成本就不是今天这个水平了。OK，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阿根廷身份的相关内容，用阿根廷护照走上欧美发达国家身份的捷径，或者您还对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身份感兴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将根据大家的留言进一步制作我们的视频。如果您想要尽快在当地开启生活和实地项目考察的第一步，也欢迎咨询我们，我们期待和您一起开启新世界。顺手枪，一个最懂企业家跨境配置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